才知道原来瓶装的和罐装的啤酒差别原来这么大，以后别再乱买了，看明白再买也不迟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美食菜味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现在无论是家里小酌还是亲友聚会，不管是餐桌上还是烧烤摊，白酒呢反而会比较少见，而清爽可口的啤酒更为受宠。在啤酒刚刚出现的那个年代，啤酒呢好像只有玻璃瓶一种包装，但随着科学的发展和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，罐装啤酒到现在这个年代似乎更加受欢迎。同样是啤酒，罐装和瓶装之间居然有差别。当我认识后，真的觉得受益颇丰。原来罐装和瓶装的有不少的区别呢。下面呢，我就来把罐装啤酒和瓶装啤酒的区别整理分享给大家。喜欢喝啤酒的朋友，以后可千万别再买错了。我们看看第一个差别，最明显的就是它的包装了。像这种易拉罐的，一般呢都是采用比较轻的材质，而瓶装啤酒一般都是用玻璃瓶来装的，厚度比较厚，重量会重许多。出行的话，易拉罐呢会方便许多，这方面不用多说，大家也明白。我们再来看看第二点，就是罐装的和瓶装的，它俩的材质不一样，避光性也不一样。啤酒呢是需要避光处理的，如果长时间放在阳光下的话，非常容易变质。所以酒庄一般呢都会有一个或几个用来收纳啤酒的酒窖。虽然瓶装啤酒现在都是用的颜色比较深的瓶子，但是遮光性的还是不是非常好。不管它颜色多深，深蓝色还是深绿色，始终它是透光的。但是罐装啤酒的遮光性呢就非常的好了，所以说罐装啤酒的保质期相对来说也会比较长。玻璃瓶包装的啤酒呢，如果长时间强光照射，会使酒体发生变化，影响饮用口感。如果大家需要囤啤酒，建议买罐装啤酒。如果想要饮用口感更佳，谁买谁喝，可以买瓶装啤酒，不过注意看保质期，生产好几个月的还是不要了吧。第三，打开方式不一样。长久以来，由于设计的原因，玻璃瓶的啤酒呢需要借助起瓶器才能方便打开，而万一随身没带这个工具，想喝啤酒就只能干瞪眼了。所以相比较下来，易拉罐的这种开口方式就很方便。易拉罐就算没有任何工具，也可以轻松的打开，即便是小孩子也能够轻松的打开。而瓶装啤酒可能呢就需要借助工具才能将它打开了。所以考虑到这一步，就根据自己的实用性来购买啤酒了。第四，便携度不一样。大家都知道，瓶装啤酒呢是以玻璃瓶为包装，容易破碎，不易开启，而且不方便携带。而罐装啤酒则不同，易拉罐呢比玻璃瓶呢要轻很多，成本也低，外出携带方便，也容易开启。罐装啤酒超市呢一般都会比较多，厂家也更愿意制作罐装啤酒。一般的机器1分钟就可以装1500到2000罐啤酒，这效率呢是非常高的。此外，它的体积比较小，占据的空间也小，这样无论是对于超市还是家庭来讲，都是相当有利的。其次，安全性呢要好很多，比起瓶装啤酒，不用过于担心它会自爆，而且可以避免玻璃瓶破裂伤到他人。而现在的人聚会呢，总是不满足一个地方，不管是郊外还是各个山庄、烧烤摊，这种时候很显然易拉罐这种便携轻巧的包装呢会更容易携带。最大的优势是在抗震效果上，它不怕摔也不怕碰，不小心夹也顶多是外观变形，不会破碎。而且饮用完之后呢，易拉罐相对来说也更加的好收纳，只需要把瓶子捏扁，随便有个袋子就能够装几箱的空瓶了。
而玻璃瓶装的就不同了，怎么抬着来的，怎么抬着回去。第五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，瓶装啤酒与罐装啤酒它们的保质期呢是不一样的。瓶装的3到9个月，最长也就9个月。罐装的会是9到12个月不等。前面说过了，因为呢酒呢是需要闭关保存的，而罐装啤酒更闭关，也不会影响到罐装啤酒的口感。而瓶装啤酒要是长时间在光照条件下，就会影响到口感。一般呢都是放在闭关的地方，保质期呢也基本呢会短一些。第六，口感也不一样。瓶装啤酒的灌装方式是2次抽空，2次填充二氧化碳，把内部的氧气充分置换干净之后，再用等压的方式灌装。这么做的方式是能够让啤酒的口感变得更为纯正，而罐装啤酒无法对其抽真空，因此呢，只能采用喷充二氧化碳的方式置换氧气。因此，罐装啤酒中的氧残留度呢会高于瓶装啤酒。通常我们打开罐装啤酒时就会有啪的一声响，那是因为罐装啤酒呢是用金属做的，抗压性较小。罐装啤酒喝起来呢就会有点像碳酸饮料。还有一个就是罐装啤酒因为是用金属铝合金制作的，而这一金属长期与酒接触呢，啤酒喝起来就会略带一点金属味，喝起来呢就没有瓶装的醇厚。第七，酒精度不一样。一般罐装啤酒的度数要比瓶装啤酒的度数呢要高。如果说您喜欢喝度数高一点，而又不会嫌弃口感的话，那么就可以选择罐装的。如果追求口感，而度数又不那么高的话，那么就可以选择瓶装啤酒。第八，瓶装的啤酒呢，要比罐装的啤酒稳定性强。因为瓶装呢是玻璃材质，罐装是金属材质。玻璃材质比金属材质的稳定性强，不容易发生化学变化。罐装啤酒虽然材质轻盈方便，但是经不起高温的考验，遇到高温就很容易释放出气体，导致容器膨胀。而玻璃瓶呢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。瓶装酒能承受的压力也大，所以大家在买啤酒时，瓶装或者是罐装还是要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。如果追求口感和品质，还是要选择瓶装啤酒，品质更好，风味更佳。如果是为了便携性和保质期，可以选择罐装啤酒哦。最后，买啤酒时尽量选择配料表中只有麦芽、啤酒花、水这几种原料的啤酒，还有糖浆、啤酒花制品的啤酒最好不要选购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你那里有更好的建议，欢迎评论区留言全新进行分享。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点赞转发，使更多的人能够关注到这些实时动态。语文方面、语句方面，期待和您交流相逢，一同探寻更多的社会真相。我是瑶瑶，那么我们下期再见。